有一位98年的姑娘来找对象啊，自己带了6个小伙子的资料，让我来给选一选哪个更适合结婚啊，她好重点发展哪个。哎呀，你搁那选妃呢？我一看啊，这6个呢就是葫芦娃呀，各有各的长处，有的很帅没钱，有的是有钱不帅，有的是有地位但家里条件差，还有一位挺有意思啊，就是太有钱了，7套房，他又不放心，他就问我该选哪个啊。今天呢，我们不讨论骑驴找马养鱼这事儿，我想说的是啊，很多人压根儿不会相亲啊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找什么样的。阿姨，我今天啊，学院池里放假，跟你们唠唠啊，相亲到底该怎么相。首先，你相亲之前，你要清楚你相亲是干嘛的，不是玩呢，是要结婚，对吧？既然结婚，那你相的一定不是条件，一定是这个人。相亲呢，是你要去展示自己，了解对方，确定他是不是你要结婚的那个人啊。如果是，那我们就谈恋爱看看；如果不是啊，那就及时止损。哎呀，好多人谈恋爱啊，天天想着哎呀吃啥喝啥，旅游看电影，整天啊宝宝乖呀，那是情呀，哎呀就这个，拜托啊，那是玩伴，不是说能跟你过一辈子的人。你看看那些爹系男友、娘系女友的，哎呀祖宗闺蜜系的，你扪心自问一下啊，大家都是普通人，谁能够掏心掏肺这样对你一辈子啊？别相信真爱，那大多数都是鸡汤的，现实生活那可比电视剧精彩多了。有些人打着真爱的名义啊，就算自己性格很差，脾气再不好，对方只要不包容，那就是不爱。进入婚姻，你会发现爱情只是导火索，绝对不是婚姻的全部。它的主导地位会越来越被削弱，将会被亲情和合作关系取代的。决定这段关系啊是否能够完全走进婚姻的，一啊是你们的经济基础，二是你们俩的人生价值观，这才是决定婚姻的长度的。经济基础呢，就是你所谓的能接受他的物质条件，是否有稳定的工作和持续的收入，这对家庭稳定很重要。有些不思进取的人啊，只爱抓这一个点，要车要房，眼高于顶，贪图别人的东西，自己要啥啥没有啊。咱就不说那些人了，说点正常人啊。找到这个人之后啊，彼此互相很有好感，那就谈恋爱看看，不要整天的慢热矜持爱答不理，这些啊就是不喜欢，那就赶紧换人。谈恋爱具体要谈什么？首先呢，你要了解对方的家庭，双方的教育背景，各个方面能不能融合到一块儿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再有啊，基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这一块也特别的重要。你最在乎什么？哎，你的底线是哪里？哪些是不能碰的？他的底线又是什么？你们彼此之间性格呀，是否愿意去包容、理解、认同的将来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？如果一个人在精神世界里啊追求高大上，而另外一个人则是极端的物质化的存在，我可以断定你们俩根本过不到一块去。谈恋爱啊，是让你看你能不能接受他这个人的脾气、性格、习惯，你们的相处模式，你是否喜欢？那不是很喜欢，你能不能去忍受？他身上最喜欢的东西和你最讨厌的东西，哪个才是最重要的？你要去衡量这些东西的。生活习惯是可以磨合的，哎呀，你吃辣，他吃甜都可以的。他打呼噜你也能适应，他懒你勤快也可以接受啊。可大脑里面这些思维意识是很难磨合的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基本的东西都已经成型了。你要记住一点啊，所谓一方愿意为另一方去改变，凭什么呀？爱你啊，一辈子吗？哎呀，别搞笑了，这真的不亚于一次轰轰烈烈的给你洗脑一辈子。有些观念是改不过来的，成年人嘛，只选择不教育。最终能够和你长时间生活在一起的人，他的车房条件，他的外貌长相不是最重要的，而是和你在生活方式、情感模式、脾气性格、层次以及阅历大体相当的那个人。所以啊，不要去相亲把对方的条件看得太重，一定要把这个人看得很重要，看一看他的人生价值观呀和你是否对等。还有啊，奉劝那些一天天不思进取还幻想着去找那完美另一半的人，认清楚现实吧。不要自己什么都没有就想找那什么都有的，整天说自己单身的原因呢，就是宁缺毋滥。想想真的有点搞笑啊！凭什么人家完美的伴侣会跟你在一起啊？人也瞎呀！相亲市场，男人可以向下兼容，女人不行，必须得往上嫁，差一点都不行。你以为我想说女孩子呀？我是真的忍不住啊！现在女孩子找对象的思想，你真的让她给整崩溃了。身高、长相、性格、学历、工作、收入、家庭啊，通通都得纳入考虑范围，不能比自己差，不能比朋友差，也不能比闺蜜她老公差。你说要命不要命？今天有一个91年的上海姑娘给我打电话啊，问我这里有没有合适对象。我问她要求，她说要求不高，只要能在上海有房、工作稳定、未婚就可以。这话一出，你说你不吓得人肝疼吗？上海一套房子，首付也得几百万，一个男人从20多岁出来毕业，给他15年的时间，不吃不喝，一年几十万才会赚得出来啊！我说这要求太高了，不现实。他说他朋友好多都在上海结婚了啊，南方买的房子，他也想。听完我问他呀，那你现在怎么还没嫁出去呢？他说自己挺后悔的，相亲有个7、8年了，那个时候就一门心思呀，想找个有房子的、有户口的、年薪几十万的，哎，长得还得好看的。
基本啊，他看上的看不上他，看上他的他也觉得心里不太痛快。就这样挑挑拣拣到了30岁着急了呀，即便着急啊，也不甘心放低要求。曾经啊，这个有个上海有房子年薪几十万男人喜欢他，但他觉得这个男人啊情商不高，吃饭吧唧嘴，说话声音大等等，就没同意啊。结果这个男的很快就找到结婚对象了，他还在相亲。这不一晃今年32岁了，朋友的孩子都快上小学了，他就很想找一个合适的对象结婚啊，他也不挑了，说只要有房子能让他定居在上海就可以。我让他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，他说自己在外企做翻译的，工作体面啊，月薪8000左右。听完之后啊，我就问他在上海待了几年了，他说9年了。问他攒了多少钱，他说这物价太贵了啊，房租1个月就要接近1半的工资，每个月都剩不下来啊，家里有时候还得贴补，但是也存了一些存款，大约有3万多。他说完呢，我很委婉的告诉他，姑娘，你想找的上海有房子、工作稳定、未婚的男士，大概率人家看不上你的，这不现实啊，你可能还需要再降低标准。比如说啊，找离异的，找房子在郊区的。他听了特别不满意啊，觉得是我在嫌弃他，其实他年龄，故意让他找条件不好的。哎呀，咱是很有耐心啊，姑娘，你看我这有一个98年的姑娘，国企工作，有上海户口，她也想找个上海有房子、工作稳定，而且能接受10岁的年龄差的未婚男士。其他呀都不做要求，你觉得这个男士是想认识你还是想认他呢？他给我来了句啊，年轻的不成熟，我稳重啊。哎呀，姐妹儿，这人找对象都是视觉动物，一上来都想找好看的吧？年轻的胶原蛋白多呀，就算脾气作闹点，这心里也痛快吧？他开始情绪有点激动，问我难道我未婚就一定要嫁给一个2婚带娃的吗？上海那么多有房子的，怎么就没有看得上我的吗？我说这有一个男孩子啊，90年的33岁，做软件开发的，年薪在30-40万，在上海首付啊有房子，南京还有2套房，存款大约10万左右。人呢经常熬夜，有点秃顶，作息不规律，有啤酒肚啊，身高在170，体重接近200斤。你愿不愿意认识？他听完就支支吾吾的跟我说呀，哎呀，这形象太差了，存款太少了，不太能接受。我一听啊，这得亏是跟你打电话呀，你要过来跟我当面，这王八都得揍你。就刚才这个男孩子啊，他还不一定能看得上你，人家呀已经有好几个95后的女孩子都等着想认识他呢。他听完又开始这个焦虑纠结啊，是不是又嫁不出去了？昨天还有个女孩子想在北京定居，张口也不看自己什么情况，就要找那京房京户年收入几十万的男人。哎呀，听完了啊，我是真的很想给他买个镜子照照自己，大白天做梦的不害臊吗？很多来相亲的姑娘们，明里啊说没什么要求，暗里的择偶要求啊，相貌、品行、身高、学历、收入、家庭等等都要考虑进去。理由啊，不能委屈自己，不能比别人家的差，不能让父母失望。低学历、低层次的男性们都不足以成为择偶对象了。现在这个社会啊，也营造了一种这样的环境，有意无意的去引导女性的择偶观，学历、工作、家世都变成了择偶的筹码。干得好不如嫁得好，总是希望通过婚姻不劳而获，跨越阶级。很多毒鸡汤啊，潜移默化的去影响着他们的婚姻观。你要是找一个比你差的老公啊，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loser。我就在想，三毛跟荷西的故事，如果放在今天，就不是撒哈拉的故事了。哲学女博士与高中男技师宣称他们是真爱，这话题这流量，男女双方瞬间都能被当下的婚恋观给喷成筛子。人嘛，自知之明是很重要的，有一个正的婚姻观，你找对象你也能幸福的。这个对于我来说都不算啥。最近血压刚平稳不少，有一个男孩子给我打电话，那血压蹭的一下窜上去了，屡教不会，屡教不改啊。有一个男孩子昨天联系我啊，老师啊，我相亲追女孩子半年了，啥时候他能够同意啊？哎呀，我的娘呀，真的听你啊，我都听的血压都让你气崩啊。今年5·1啊，他相亲认识一个女孩子，那个时候他出差在外，2个人呢先在微信上聊了半个多月。这期间啊，男士啊主动居多，这女方呀也是不冷不热的回复着。男士就想着，这肯定是因为啊没见过面，没什么感情嘛，所以人家态度冷淡也能理解。出差回来就主动约女方见了第1次面，这次见面互相感觉都还可以，这女方回应啊也开始有了些积极。回去之后啊，这媒人啊给的反馈就是女方挺喜欢这个男孩子的，希望男士这边能够多主动一下。这话一听啊，男士特别有劲儿啊，每天呢开始更加关心的频繁，早安晚安，吃饭了没，下班了没，今天忙什么呀？女方呢每次啊也都给回复，基本也都是啊还没吃呢，刚下班呢，准备洗头洗澡睡觉了，没有一点情绪互动，导致男生就陷入一种很焦虑。是不是自己聊天不好？是不是自己不够关心啊？是不是对方不喜欢自己啊？后来啊，他觉得既然要谈恋爱，那肯定是要多见面嘛，就约这个女方又出来见了3次啊。这女方呀，每次约都能出来，态度不算积极啊，也算有回应。这第3次见面，2人去了游乐场，男士啊牵这个女孩子手，人女方不反对，男士又觉得这事儿啊肯定有戏。第4次啊，男士尝试去抱她去亲她，她也同意了。在男士这个潜意识里面，男女授受不亲啊，你既然能接受我的亲密行为，那一定也是喜欢我的，对吧？
于是对女方更加的好。可这个女方却从来都没有主动过，或者说次数很少很少，大多数都是这个男士主动发信息主动问候她。女方有的时候会隔几个小时才回复好不容易联系上，没聊几句不是有事就是太忙太累要休息。男士又陷入一种迷茫和焦虑的状态，就让媒人去问问女方的意思呀。那女方的回复又是男方很好，他也很喜欢，可你喜欢他也不是这个样子吧。后来男士就有些不能忍了，这种状态就拧巴了2个月之后他就去表白，希望2个人能够以男女朋友的关系相处。女方说可以但是自己还没有了解清楚，需要再了解一下。那男士就急了问你想了解些什么呀？女方就说他也说不出来，就觉得男士人很好，适合结婚，但是总感觉还不到时候。就这样整整过去了大半年，男士也不知道自己和女方到底什么关系，他就感觉特别的崩溃和焦虑。他意识里面认为女方应该是不喜欢自己的，可他每次问女方的反馈又是喜欢，可这2个人的相处状态一沟通就是一副很冷淡的样子，他也不知道是该放弃还是该继续。听完在这悬崖能不乱窜吗？有的人真是高手我都不用给你们鸡汤喝的，你们自己都会骗自己，给自己造梦。所有的两性关系里面，沟通是双方的，不回应是单方的，不是不说话才算冷暴力。任何单方漠视对方回应的表现，都可以算作一种冷暴力。被冷暴力的人会有一种很明显的点，就是陷入自我怀疑，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，哪句话说的不对而且还心存幻想，幻想对方只是忙才回信息慢，认识时间太短才不那么主动。你脑子是进了地沟油了吗？那些使用冷暴力的人是绝对的自私至少他在冷暴力你的时候，他自己比你重要很多，人家不怕失去，所以才会肆无忌惮的伤害，让你变得像一个牵线木偶，只能看他的情绪变化形式。你越想要一个结果他就越牵着你走。真的，有一天你要脱离了这个漩涡，你回头再看，才会发现当初的自己是多么的傻逼冷暴力这个行为真的很渣，不分男女，把仅存的一点好感都给磨没了。你不喜欢我，你可以大大方方的说，我还觉得你是一个敢做敢当，是个坦荡的人。背后里权衡利弊，把人当做物件，随意践踏人格和别人的自尊心，这种人就是渣子，还值得你去追半年吗？还要我最多1个月，对我爱答不理，就是看不上我，咱就以冷制冷，惯他个臭毛病。今天唠嗑局给人介绍对象这事吧我也有很迷茫的时候。有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前2天的时候，有一个客户给我打电话，他说姐，你得帮我介绍对象，我这辈子都能记得你。我一听一辈子可别用我要是一辈子被人惦记我那睡觉都不踏实。我问他，你可以讲讲你自己的情况。他张口就说我99年的，没工作，就是帮父母看看店之类的。我很好奇问他看什么店。他问我你是问中国的、日本的还是美国的？目前我们家在全球100多家店。那一瞬间我是真的以为他在吹牛逼小伙子，这人得诚实，你想找对象光靠说虚的那找不来好的。他听了之后就跟我说我在质疑他。我说我不是质疑你，是我能接触到的这个层级这么高了，突然来个金字塔的顶端，我要不质疑你那就说明我现在还在做梦游呢。他说姐，你要是说我骗你那我确实骗你了。我家除了很多店，还有很多的产业遍布全球，小到纺织，大到信息产业。听得我那咱是不服我也是从小在村里骑牛长大的人。这小伙子边跟我聊天边呼呼的给我发一堆照片，在我耳边嘛，我那手机在我这声音边上叮叮叮的响。打开一看，开劳斯莱斯的，坐直升飞机的，国外哪个山滑雪的，头等舱5星级套房的，还有一堆在秀场和明星的合影。那一瞬间突然觉得是我肤浅了，还是我见识少了我这会儿是真的信了，然后就特别疑惑的提出了我的问题，你都这么个条件了，你想要啥样的呀？他娓娓道来，我要求不高，人只要看着顺眼，性格好，家里有个几个亿就行。呀妈呀，咱这一听完你这不纯纯要我的命吗？你这几个亿让我给你介绍几个亿的，我有那人脉圈子，我那池子里的王八他能跟我混吗？我说我这人能力有限，介绍不了。他说他的圈子里该见的都见了，不是他看上别人的，别人看不上他，就是别人看上他的，他看不上别人。相亲整的特别抑郁也很自卑，想找一些新鲜的资源。大兄弟，你要自卑我怎么办？钻地缝里要我给你找几个亿的，那太难为人了他说那放低要求吧，几千万的也行。我问他是现金几千万还是估值几千万，他来了句那肯定是流动资金的那要是固定的，那几千万的人太多了。那一瞬间真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完了。好歹呢我也认识2位，我问他有个姑娘比你大3岁行不行？他说不行，我哄也得愿意哄个年龄小的。有个同岁的，家里在国内是做服装电商的，他说不行，2家的实力不匹配，圈子也不容。
然后啊，我又突然想起了有一位家里条件很好找我做情感咨询的女孩子啊，绝对的白富美。她一听啊，很是开心，很愿意啊，我就把她的照片给了这个女孩子啊，人女方啊就回了一句：“没眼缘，拒了吧。”完了，我已尽力啊。男士听完呢，很是郁闷，我又不差钱儿，为什么就不喜欢我？哥们儿，你不差钱，人家也不差钱啊。他们要么想找个比自己能力还强的，要么找个自己更加喜欢的，要么你就找个差钱的，他的眼里只有你。哎，男士不愿意啊，我还是希望能找个身家几个亿的，有合适你就告诉我。那一瞬间啊，我突然感觉我那许愿池的上档次了，几个亿的让我介绍几个亿的，哎呀，这许愿池这么大的格局啊，从来没想象过。谁说有钱人天天开心啊？他们也愁，为啥你看不上我，我看不上你的？相亲面前啊，大家起点都一样的，哎，你有钱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，嘿，这一瞬间啊，感觉世道啊，有时候还真挺公平。